为什么你一抬手就感觉发不上力？为什么有的人一抬手就知道会打球？为什么你认认真真做动作，却一直找不到发力的感觉？感觉是把球推出去的，很像招财猫。这种轻松又流畅的发力到底如何做到？一个视频让你的发力从这样变成这样。Let's go！ 视频围绕如何将力量发出去和如何把力量更好的发出来展开，包含了业余球友在后场发力中手臂的所有易错点。快来看看自己有没有犯错吧。关于后场击球，首先要解决的不是如何发力，首先要解决如何将力量送到拍面上。身体蓄力特别大，但发不出去都是白费。学会如何将力量传到拍面，哪怕伸直胳膊也能打出你想要的发力效果。初学时，我们喜欢后弯小臂获得挥拍发力空间，然而这个动作大大限制了力量传到拍面。但看到高手不侧身时会弯曲胳膊放在身体侧面，他们明明没有后拉球拍，却可以轻松发力，这是因为前者挥拍进行到击球瞬间就停止了。后者的挥拍轨迹是可以超过击球瞬间的，这是力量无法传到拍面的挥拍，这是力量可以从拍面发出去的挥拍。当我们伸直胳膊仅靠手腕力量扔球时，第一种是手腕发力至手臂位置就停止，第二种是手腕发力超过手臂位置，明显看到第二种更远。我们再加上小臂的力量，第一种是小臂发力至大臂位置就停止，非常使劲球也很难扔远。应该怎样扔远呢？聪明的大家一定想到让小臂的发力轨迹超过大臂位置，然而当胳膊肘朝前时不可能做到这一点，只有将手臂向内侧旋转至胳膊肘朝外才可以，此时才能将手臂力量传导出去。如果大家打球还存在这样的问题，很可能是握拍错误导致的。当我们虎口正对拍面握拍，此时挥拍至小臂位置时，手腕会被限制住，无法向前。同样，若加上小臂，想要拍面打正，挥拍轨迹就一定无法超过手臂，因为胳膊肘朝前无法将小臂与手腕甩出，此时强制发力就会出现压手腕或胳膊肘痛等问题。想要力量传递到拍面，我们就必须把拍面旋转90度，此时如果想打正拍面，手臂也必须内旋90度，或后胳膊肘正好朝外。不仅手腕的发力区间变大，小臂也可顺势向前甩出。正确握拍时，胳膊肘朝前拍面就是斜的，只有将胳膊肘朝侧面拍面才能正。视频中球拍是微成画龙，提速巨能2合1拍框，6840薄臂中管打感弹爽，爆发力更强。我们现在知道了如何将力量发出去，那怎样可以将力量更好的发出来呢？我们先来看个对比，第一种，第二种，第一种，第二种。很明显，第二种是错的。顶肘是后场发力中承上启下的关键过程，第一种完成了顶肘过程，第二种没完成。它虽可将力量发出去，但会导致击球点过低，无法下压，无法控制出球角度等情况，无法与侧身蹬转相连。若强行发力，易导致肩膀痛。所以，想要发出更多力量，必须学会顶肘。然而，顶肘错误又会将你带回力量发不出去的阶段，这是错误的顶肘。击球状态是不是很像视频刚开始？这是正确的顶肘。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？分解挥拍只是练一个对于动作的熟练性，但如果打球时还这样，一定发不上力。因为正确的顶肘是一个过程，而不是一个动作。不要把顶肘想成一个单独的动作。什么意思呢？动作是固态的、静止的。顶肘错误时，肘朝前以后停止了一下，小臂才开始前挥，这会导致大臂力量中断击球时，只能依靠小臂使劲。过程是动态的连贯，
顶肘正确时，肘朝前的一瞬间，小臂将连贯着向前甩出。击球时不主要依靠小臂力量，则小臂可更放松，从而顺势完成内旋，将小臂与手腕甩出，使发力通透。顶肘应该怎样从静态的动作改为动态的过程？肘在朝前过程中，手腕停在原地，是顶肘成为过程的关键。肘朝前的过程就是大臂前挥过程，大臂要前挥，手腕不能动，自然会出现引拍状态。侧身可获得更大的顶肘空间，从而获得更大的引拍空间，从而用上更多身体力量。我侧身击球，更多用的是大臂力量。如果肘朝前后出现静止，则只能依靠小臂发力，此时力量无法传递到拍面。只有手腕在肘朝前中留在原地，才能当肘朝前时瞬间甩出。若顶肘同时手腕位置也在改变，则肘朝前时必然会出现停顿。基本上所有的后场发力错误都在视频中，犯错的同学快改正哦。哪里格外有问题，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见。